Hey guys，这是美伦布朗校 A.K.A 林战。今天我想要来乱聊我上礼拜读过的书。OK， 第一本是乔治巴塔耶的《艾华达夫人及其他》。关于乔治巴塔耶，我觉得我会再另外做影片跟大家讲解。他有点难一言以蔽之。他写过各种类型的文类，像这本是小说，他也有写一些社会科学，甚至他还写诗，就做了非常多的那个事情。另外一点是，他在出版这个小说集的时候，其实他都是用笔名发表的，甚至这里面其实有4个故事，他就是4个笔名。其实就是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去做，而且他的笔名其实有点乱取，我是不太会念，可是大概就是一些谐音梗，就是上帝在小便之类的。他当时的这些书，其实也都是他的一些朋友文友在读，像例如可能布朗校、沙特，然后布赫东之类的。可是他们其实基本上也都知道说，哦，这个是巴塔耶写的。我是有听过一个说法是说，其实巴塔耶有那个2个很著名的思想，一个是愉悦，一个是耗费。其他写的情色论对我来说是一种论愉悦，耗费主要是属于他在讲社会科学那个方面的书，然后我还没有涉猎到，比较不敢讲。可能也是他这个概念的某种尝试，他发明一个一次就即丢的一种笔名。而且其实他的小说都是用第一人称的方式去描述，可是跟他的文论又像是2个人。这也让我想到布朗校他之前提过的一个观念，并不是作者已死，而是每个作者都必须要将自己杀死之后才投入他的写作。大概是这样讲，我其实也不会复述。这个小说它有一个标题叫做《荒诞的性背后》，这会让我想到 maybe 很多年，大概3年以前，我读了萨德的《索多玛的120天》，它是一本巨著。可是当我把它借回来的时候，就是我看到它前面可能有5个教授写的推荐序。当然，那本小说就是它值得一切的褒奖，值得很多分析。可是我就不免闪过一丝想法，就是说，当时那本小说的出版可能是件非常非常有压力的事情，然后好像要把它正确化、正当化，它并不是一个伤风败俗的著作，有点这样子的感觉。然后，其实我觉得巴塔耶他有点走另外一个方向。以我的阅读观念来说，其实我觉得他很多地方都处理得非常的随便。他甚至有一些就是他空了很多页，他说他写不下去了，就是他就把它空着，然后突然又再跳到一个他想写的一个地方。那个 slogan 其实真的抓到一个事物，就是荒诞这件事情，纯粹的荒诞。因为其实我一看到荒诞的事物，我就会有警觉，就是它很多时候它其实是一种夸张，一种几乎你可以说是一种讽刺的技巧。我一看到一些像视觉上的那种夸张的、浮夸的、荒诞的那种感觉，我会迎面而来的就是这个作者在批判什么，甚至在愤怒什么。我会发现那个所谓的话外的那种含义，我会被逼迫去想这样的事情，然后感觉就好像我直面的其实并不是荒诞本身，而是那个荒诞的那言外之意。可是其实巴塔耶的这几个小说，我觉得他有做到的一点就是，他做到一种纯粹的荒诞，就是有点傻傻蠢蠢的，有点像我看一些
日本漫画的一些感受，顶多你可以说一些赌神之类的，可是也是我觉得蛮可爱的，傻傻蠢蠢的，有点好玩。这部影片的那个缩图里面的那一句话呢，其实就是出自于里面的一个中篇，叫做《我的母亲》的这个故事。我想要朗读一下，大家感受一下我刚刚讲的那些事情。好，我呻吟道：那昨天夜里呢？你很痛苦，你嫉妒了？我不愿意你欺骗我。昨天夜里，我加倍吃了安眠药，但还是睡不着。今天早上，为了排解对你的欲念，我想打发它代替你的位置。如果我这么做了，我不会后悔，我会告诉你，我想你会原谅我。可是我决定去树林，骑马飞奔，让我这个女疯子精疲力竭。现在我在你怀里，我与你亲吻，我几乎是全裸着。我想和你一起笑。如果我不是个邪恶的女人，我也是个淫荡的女人。我喜欢笑，我现在有些迫不及待。可是我等着你说不的时候。你知道露露在浴室给我脱靴子的时候，对我低声说了些什么话？你想象不到她有多么风趣哦。你叫她露露，露露，这是个通灵的名字。我完全是一个通灵人。我想着有一天你也会来树林，我和露露当着你的面玩耍。她穿女骑士服，非常帅。是露露，露露和我一样，她也爱玩。我们的游戏从来都不是清白纯洁的。我对她说：“汉茜，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想哭。”汉茜不明白我眼里涌出的泪水是幸福的泪水。我承认我的愚蠢。我高兴地看到生活施舍着爱的欢乐和美丽。不，皮埃尔，我不会让你哭。我爱你爱得想哭，是高兴的哭。别怀疑我们的爱情是幸福的。可我现在在你的面前几乎是光着身子了。我已经有了赤身裸体的感觉。我想在你面前毫无羞耻感地说话，疯狂的生活吧。等一会，我会要你要我。不过，你还不知道露露在浴室里对我说的话。汉茜，我现在不想知道。哦，原谅我，皮埃尔，我疯狂的爱上了你。我已经不知道我在说些什么，我要发狂了。从来没有人使我这样。如果我对你说了许多蠢话，那是因为对你的欲望使我发狂。我是可比的，可是我就是这么一个人。我受不了了，我成一团火，推倒我吧！他撕破身上穿的花边睡衣，是他把我推倒了，帮我脱光衣服。我们在地毯上狂热地滚成一团，如胶似漆。是如胶似漆的部分。其实我还蛮享受这本书的阅读的，就是我会想要再阅读巴塔耶的其他个著作。这本书我评4颗星。好，我们下一本。第二本书是贝里曼的《孟哥77首》，这是一本诗集，它其实就是字面意思上的，它有77首。算是组诗，就是孟哥1到孟哥77，然后他有时候会有标题。他故事围绕着一个叫做亨利的男人。这个亨利其实我们
读者都会觉得说它大概就是作者的一个缩影、一个分身。可是其实它这个77首其实涵盖了非常多的主题，像有时候他会因为诗的内容进行变化，他有时候可能想讲一些黑人的事情，就亨利他可以变成一个黑人，不过大部分都还是作者自己。我自己还蛮喜欢这本诗集的，它其实跟我本身在阅读的喜好差蛮多的。我自己喜欢的诗的类型，像是策兰或者是特拉克尔，他们都是在讲某种非常巨大的悲伤，我可以从他们的文字的那种非常忧郁、非常像是黑洞的漩涡的那种感觉里面，我躲在那里面，在一种巨大的悲伤里面，我品味着我的悲伤。可是这个诗集，其实它里面也有相当多的悲伤，或者是甚至是愤怒，它的批判。可是你会感受到一种幽默感，一种游戏的方式，平淡的文笔去写它的内容。其实它的平淡其实也反映在它的文字、它的意象上。它的诗有种字面意义上的个人化，就是我们当然也可以说，像例如蓝色之于特拉克尔，或者是腐诗之于波特莱尔，就是每个诗人都有一个自己专属的意象。可是我们对大部分的诗人的意象来说，他们的执着真的在哪里？我们只能多读，或者是我们自己脑中的接收到一些讯息。可这个贝里曼他不是这样子。这本书里面时不时有一些译注。如果要我举例的话，他有一首诗，我们大概可以知道说他在讲说一个人他开枪轰了自己的脑袋。然后他旁边就有一个译注写说，这首诗写于叉叉叉叉年的叉月叉日，当天那个海明威开枪把自己头轰掉自杀，然后贝里曼当时坐在计程车上，知道这件事，当天写下这首诗。就是我们如果没有透过那个译注，我们根本不知道，特别其实指的那个人是海明威。他其实很多的意象都是类似这样的感觉，就是真的完全跟他个人是离不开的，就他把他的生活有点植入进去，还是一个讲人话的诗集。他没有在语言的排列上，或者是我们对一些意象的挖掘上，他是用这种淡淡的方式，把自己算是有点隐形或半隐形的方式给融入进去，都是一种淡淡的感觉，一种安慰，一种安抚。我之前有突然想到我读古川俊太郎的经验。就是他其实某种程度来说也是写这些短短的，应该说口语化的简单的诗。可是其实我读古川的时候，我会有点像是博赫斯他第一次读那个惠特曼的一样，我读古川我会感到非常非常的羞愧，就是我会有点无地自容，就好像他那个拍着我的背一直说：“哎，你干嘛这么悲伤？”这样子的感觉，就是我会。就其实我觉得我跟古川并不是同一个频率，就是我们不像是一个朋友或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就是我觉得我在被他激励，就是我觉得我跟那个贝里曼都是在一种淡淡的一种情绪这样氛围，我们这样子对坐着，我们真的像一个朋友一样，然后在一个淡淡的一个情绪里面，我也想挑选几首诗，然后朗读给大家听。这首诗呢是孟哥22号。这首诗是有标题的，叫做《关于1826年》。好，我是个小男孩，一支接一支抽烟。我是个小女孩，心中有数但不去做。我是博采之王，我实在聪明，所以我早已把双唇封死。我是一个政府官员，又是一个蠢得要死的笨蛋。我是一个爱听笑话的女士。我是思想的敌人。我是汽车推销员，而且很爱你。我是一名少年癌症患者，胸怀大志。我是被一拳淘汰的男人。我是充满力量的女人，像一座动物园。我是两指被拧进眼窝的眼珠，它们的眼帘。
今天是7月4日，国庆，记好，造物主总会宽恕。而被他遗弃的弥留者抽着气说：“托马斯·杰弗逊能会活下去，只有虚妄，虚妄，虚妄。我是亨利猫咪，我的胡子会飞。”这首诗其实会牵涉到，如果你是文组的话，就是那种社会组历史老师都会讲的一个故事。1826年就是美国独立周年50周年，然后其实当时那个杰佛逊跟亚当斯都去世了，那天刚好都死掉。然后亚当斯在死的时候，他就说汤马斯·杰佛逊呢会活下去，可事实上杰佛逊早他个几分钟就先走，然后可是他并不知道这件事，然后他就后面回答说：“只是虚妄，虚妄，虚妄。”这是译注写的。译注也有说，就是他前面的那些语言排列，他在强调一些美国的反智倾向。就算他真的是这样子哈，我也觉得他用一种很可爱的方式，就是他想小女孩心中有数但不去做，然后他有些比较用力，有点比较用力的地方，像例如他说政府官员。是一个政府官员，又是一个蠢得要死的笨蛋。当然啦，就是政府官员本来就是给大家骂的一个存在，可能也还好。我觉得这是很可爱的一首诗。我还想再分享一首，是孟歌29号。有一件事，曾经坐在亨利心头。如此之重。如果他有1000年或更多，加上抽泣、不眠，给足时间，亨利也做不成。重新开始，总在亨利耳中，猛处有点小咳嗽，一种味道，终身和鸣。还有另一件事，在他脑海里。像1000年前一张忧郁的席耶纳脸，没能模糊掉那扔来侧面的申诉、狰狞，眼睛大睁。他出席，忙的，所有的钟都说晚了。那不是流泪的事，想着吧。但亨利从没有，虽然他以为他做过，了结过谁。把他身体砍碎，藏起肉块，放在可被发现的地方。他知道，他一个个看过去，一个也没少。常常在黎明，他把他们唤起，一直是一个也没少。这首算是我觉得他写的比较忧郁的一首诗，很多意象，然后感觉都抓得很精准，我觉得很厉害，推荐给大家。我觉得有4.5颗星。好，我们接着看下一本。第3本书是雷诺伯格写的《德勒兹论文学》。这本书其实对我来说有些比较型的概念，是我之前有读过这个作者写的另外一本，那本是在讲德勒兹论音乐、绘画、其他艺术的。因为其实德勒兹他的那著作，其实以文学这本来讲，其实他真正写的文学著作，就是他为卡夫卡跟普鲁斯特各写一本，他其他的东西都零散的散落在他自己的其他的著作的一些讽处，然后这个作者算是把他们总结起来，他比较没有那么多自己的语言，他算是真的摘录结合成一本书一个文章，就是德勒兹对文学的相关的技术。我自己觉得是他比我之前读的另外一本清晰很多，
他就观念来说，他跟我很多是契合的。当然他们都讲的很有道理，都跟我的想法一样，完全的同频。可是也会觉得说我好像没有那么多灵光一闪那种思想的触电感，就是你会觉得好像就是你在跟你同频的人在对话的那种感觉。我其实也是有点难搞，还是会觉得多少也蛮感谢这个作者这样子把德勒兹的那些文章集结起来。当然还是有一些矛盾的一点。我在读一本德勒兹的一个传记，好像他的一个同事还是一个朋友说，你真的要还原德勒兹的话，可能你要背叛他的想法。我也不敢说我非常的了解德勒兹，可是那一句话蛮一语中的。德勒兹的作品，他常也不能说寄生，就是他常常在讲解某种文学，讲解某种艺术。某种程度来说，他发展出自己的理论来。这一本书，如果要我来比喻的话，我想拿那个大卫柯南堡的电影来举例。就是其实大卫柯南堡的电影对我而言，我其实觉得他是一个相当会拍男色的一个导演。就是我看到他的那个片里面的那些男主角，就是他很多灵光一闪的一些镜头，你就会觉得他把他们拍出一种其他的电影以外的一些雄性的阳性的魅力。可是事实上他也有一个矛盾之处，在于说如果柯南堡他真的用这样的方式拍一个这样子两小时的男色电影的话，其实那部电影不会好看，那一定会是一部失败的电影。他很多东西都在一个画外，我不确定柯南堡有没有意识这件事，就是很多他的那些冷冰冰的那些镜头的层递，那就会让我产生这样的感觉。其实德勒兹我阅读也有点这样子，你常常会在一个拐弯处一个转折，你突然被他的一些灵光一闪给触动。可事实上，如果这些集结成某种书来说，对我的感受就没有那么大。他的上一本书比较明显，我在上一本读完之后，我非常的厌烦德勒兹。就是他其实这本书的始终目的应该要是我因为读了这本书，我更向往，我更就开启我继续读德勒兹原本他的著作的一些途径的。可是我觉得就这点来说，这个作者多少是失败的。就是我有点被他搞得晕眩，他可能在讲解在还原，可是我找不到我当时读德勒兹的那个魅力的那种状态。我正在读一个台湾的一个学者叫梁凯琳，他写的一本叫做《成为书写的人》。这本书其实是写普鲁斯特的，可它里面其实调度了相当多德勒兹跟布朗肖的一些理论，就是同样的都是在调度德勒兹的理论。可是我觉得那本梁凯琳那本书真的超级无敌好看，非常的厉害。以后我读完也会再跟大家说我的感想。有时候也蛮难说的，就是素材其实德勒兹那本书就在那里，可是还是要看作者的使用方式。光是选择就是一种天分，它并不是那种选择比努力还更重要的一件事，是纯粹的选择。总归来说，我还是觉得这本可以读，还是觉得有4颗星。可是就是我觉得没有太多我振聋发聩的那种状态，而且也会多少有点不满。像例如它里面其实花了蛮长一段时间在讲逃逸路线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德勒兹常被在各个那个艺术品啊，或者是在文学理论的一些其他人的写常冒出来的一个词汇。逃逸路线其实是字面上的意思，就是说作家其实不是在写自己的生活，他是借由写作逃离他的生活，甚至他跟这个世界一起创造出一个事件的一种逃逸路线。甚至逃逸路线更有字面上的意思，就是语词它本身的变异，它逃离了它原本的意思。他也会常常引用普鲁斯特的那一句名言：优美的作品都是由外国语言写成的。就其实普鲁斯特的这句话常被翻译成是外国语言，其实就法文来说，其实也是奇怪语言的意思。他强调一种疏离感的呈现。然后他在讲诗歌的断裂性这点的时候，他提到的是洛卡。可是我跟他的频率这么符合，我就会觉得说，这应该也要提策兰吧，就是跟他的频率那么相符，然后他举的例子你有时候不见得那么满意。我也会觉得他这本书里面没有提到布朗肖这一点。
然后甚至贝克特那么少，他花很多时间在讲路易斯卡罗尔这件事情，就是你有时候你跟他的频率那么的对，然后反而你不满他举的那个例子。我是相信他前面有说他只是尽可能的努力，可能也主要是我就是个这么矛盾的人吧，就是，但我还是觉得大家可以读读看，这还是一本不错的书，因为其实德勒兹大部分的作品说没有台湾的译本，而且就有点像策兰的译本，在中国有大概3-4种译本。我有听过读者的说法是说，每个译本其实都要读，就是都是了解策兰的一个途径，因为策兰实在是太幽深了，它各种译本之间的差异这件事情，就是我也觉得德勒兹也是这样的一个作者，就是我们多一个能了解德勒兹的一个途径，推荐大家读读看。好，那我们再下一本，最后一本书是沙冈的《蓝色的灵魂》，这是我在那个图书馆借的。我在想我要怎么说，因为其实虽然我一本沙冈的书都没有，我都是用借的，但其实我是沙冈的超级狂热粉丝。我觉得这本书其实对我有一种意义。我可能要先从我对沙冈故事的一个理解。其实我觉得以电影的话来说，我可能会举例的会是一个叫做贾克罗齐耶的导演，他的电影其实都被广泛的为说是某种度假电影。就是他们角色大概很多都是社畜，就是平常没有上班要工作，然后他们在假日的时候会跑到一个岛或者是一个像是异地的一个地方，他们在旅游在度假，然后甚至有时候还会遇到他们的前公司的老板，或者是在遇到谁，然后他们就是一起玩聊天哦，吃东西，最后假期结束了，各自离开散去。当然，可能罗齐耶的电影来说，他可能只有拍4部5部，可能说不太准。可是我愿意这样子去想象说，这种类型的电影其实是罗齐耶他对电影的某种本体论，可能在他的理解来说，电影也是这样的一回事。我们可能平时工作上班，跑到一个未知的一个空间里面，甚至认识了一些陌生人，然后我们相聚，我们一起做某些事，后面我们散开。其实我觉得那个每个艺术家都或多或少，他们执着的都是某种他们对这个媒材的一些认知。像沙冈的小说，当然我们不能否认说他真的在过这样子中产阶级的各种人爱来爱去的这种小资生活。可是我觉得他更多的时候是对小说的理解，他反复的去写。这本书它后面有一个 slogan， 它应该没有出现在这个小说里面，我读给大家听：从故事走入随笔，从随笔遁入自剖，从自剖再陷入故事之中。就是这个小说其实在形式上面有一些突破。沙冈他在前阵子写了一个电视剧《瑞典的城堡》，他这篇小说是他让这2个瑞典城堡里面的角色继续他们的生活。这个故事其实也是一个沙冈类型的故事，它跟一般的他的小说不同的是，它里面塞了相当大量的第一人称的描述，然后那个第一人称就是沙冈本人。其实以我自己的想象来说，我觉得沙冈那时候的时代其实就是我很喜欢读的法国新小说在叙述上腥风血雨的一个时代。我觉得多少有点是这样子，他可能看到大家都在某种程度的小说革新，然后他也有点坐不住了，他也想要写一个这样类型的东西。可是这个脉络其实多少是有点站不太住脚的。第一人称的方面，他其实写的还是有一些金句，可是大部分都是冗长无意义的。可是它也不是冗长与无意义，就是我们读贝克特、格里耶他们写的小说，我们会知道，真的在讲无意义的人会用怎样的方式去写。可是沙冈他明显的不是那样子的路数。我自己的理解是，他其实有点在嘲讽这样的事情。他故意的，他写他自己的抱怨，然后他要去哪里了，他要决定这个角色的生死，就是
他多少一定认为自己其实是正确的，他的小说本体论是正确的，他还是继续写那样子的故事，然后多少在揶揄他的那些同才，不然我有点没办法接受这本书。我是那么的热爱沙冈，可是这本书其实我算是蛮失望的，就是我只能这样去想说他应该是在揶揄吧，在开个玩笑吧，就是他其实呈现一种挣扎，然后那种挣扎也有一些动人的地方，是没有以前沙冈作品的那个水准的，更作者心境的一个状态，因为他的小说其实他也有点有意识的在想，他好像可以很轻松的讲一些很机智的句子，可事实上我们这些写作的人多少也知道那些句子的诞生状态不是那么都水到渠成的，他可能其他作品里面藏的比较表达的比较好，跟其他的沙冈的著作不太一样，他的结尾我觉得反而是他可能所有的小说来说写的最好的一个结尾。我要直接剧透大家，我想要朗读这个结尾给大家听听看。我可能要先前期提要一下，就是他要么是沙冈这个人呢，他已经虚构成一个小说人物了，还是这两个男女主角他们活过来了？反正就是他们三个人呢，在那个客厅的地上聊天，然后很悠闲这样子。可是他们知道，等一下他们要赶火车。前期提要一下。OK， 好。我们三人都在小客厅里，猫窝在伊莲娜腿上，狗平趴着，在三巴斯提安和我的中间用力的嗅着。天晓得他还在嗅什么猎物的味道。接着疲倦褪去，神经开始紧张。我们互道再见，明天见，却知道明天将会是某种永别，而且会因为时间紧迫搞得一团乱。因为是中午12:15的火车，而我们都不是会在中午12:15醒来的人。老实说，这趟路从我家到杜维车站有点痛苦。我说痛苦的意思其实是沉默。我们有5分钟可以消磨，我们就把脸埋在彼此的肩窝里。我已经弄不清是谁的肩窝，他们也一样。接着这辆笨火车开始鸣笛冒烟，开始发出火车的噪音。突然间，我再次看见2张脸挂在所谓的舞台脚灯上方。那2张脸非常淡漠，却也非常温柔。我知道以后再也见不到像这样的脸了。我举起手来，大雨哗哗的下着，但他们俩都没有要求我离开。我用些微哽咽的声音，好像说了句再见，再见。伊莲娜·范米雷姆弯下身子，车窗玻璃上的整个诺曼底乡间景致都随着她晃动，对我说：“不是再见，是永别。”她的语气好轻柔，好坚决，不知情的人恐怕会会错意。今天，杜维的春天很冷，然而，当我单独一人，却因为落单而略感气馁地走出车站，却十分晴朗。这都多亏了经常出现在诺曼底天空的那些美好风暴。找车的时候，一道阳光照在我脸上，无法阻挡。我知道伊莲娜说的没错，那是我与范米雷姆兄妹，或许也是与我自己最后一次面对面。我觉得那个穿插很好，就是他马上接到一个蒙太奇，他前面1秒说他赶不上火车，然后再下一个段落是他就已经在火车上，然后他们这样子对望，后面又讲到他找车，那个阳光无法阻挡，然后说他跟他们，或者是跟他自己最后一次面对面这件事。因为其实像这个麦田出版社，它的作者年表都有一种福保性，像例如他说他1935年6月沙冈法国洛特省出生，
然后1954年出版《日安忧郁》，1960年完成剧本《瑞典的城堡》。这可能是沙冈的宿命，也是作家的宿命。他们的一年一年，我们只能知道他完成那个作品。他为什么特别挑瑞典的城堡？这一年1960年，可能他也在回首某个自己，然后他可能要再继续的走他自己的路。我觉得一切都很美，都很恰当，让我多少惊骇了一下。对我来说，观感蛮复杂的一本书。我觉得还是有3.5颗星，蛮多感动的地方，接下来呢，我想要进入那个今天的讲的变得更坑坑巴巴了。业配环节，跟大家讲我的话叫做不坐沙发的人。原本讲的话说有一个人不坐在沙发，坐在地上，然后他可能在笑，或者是在哭，或者是纯粹的呐喊。当时我还没有想得那么清楚，然后后面开始画的时候，就突然就觉得不想画那么简单的东西，然后我慢慢的有种感觉，开始画的变成一个女体的样子，从自剖在走入故事之中。其实这幅画一开始的想法是代表说我要成为 YouTuber 那种感觉，就是有很多 YouTuber 都不坐在沙发上面进行他们的影片的录制，就是让我很想画一幅这样的作品，而且也会让我想到像是穆齐尔的没有个性的人，或贝克特的无法称呼的人，不坐沙发的人，这个标题就是很吸引我。最后它其实有点像是一个空房间，我把那个女体的方面变成像是地毯的花纹。我才又补了2个闪电，就是我把那个花纹当作花纹了，我就马上就是想到大卫林区双峰的那个红房间，也是蛮难过的。他是我最喜欢的电影导演，又一个天才的艺术家离开我们，就多少也想要用作品跟他说一些话。这个房间没有任何的人，可是多少也反映一个人的情绪或某种状态，有点这样子吧。以我自己的画画经验来说，它算是我一直有点曲折的作品。然后其实也就是对我来说，也就是跟拍影片一样吧，搞了很久，然后现在终于要结束了，就是我终于讲完了。然后我每个礼拜都会 po 我每周阅读的一些我自己的想法、一些感想，然后在最后说说每个礼拜我画的画。它是一个常设的一个单元，很高兴认识你，拜拜。